这才是真实的监狱生活。男人被士兵按在墙角，用浸湿的头套裹住，不停地往他头上浇灌汽油。他大口呼吸，拼命地挣扎。就在他快要失去意识时，士兵们离开了。这样的折磨每天都要来一次。如果有家人来探监，士兵们会为其理发和洗漱，至少人前看起来过得不错。这是发生在乌拉圭的真实故事。1973年，一向和军政无关的乌拉圭却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，并建立了长达12年之久的军事独裁政权。而穆西卡、罗森、胡道三人是反政府组织的重要成员，在反抗失败后被捕入狱。虽然军政府迫于世界压力不能处决三人，却下令军官暗中折磨他们，试图让他们精神崩溃而自杀。三个人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内解决各种问题，不能外出活动，不能洗漱，甚至连睡觉、上厕所这些最基本的人权有时也会被剥夺。每天只能获得一丁点食物，且食物里还夹杂着烟头，令人作呕。这些都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无尽的孤独。为了防止他们有越狱计划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军政府就会为他们更换监狱。这次，费南和罗森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看见外界的天窗，但他们也要随时承受来自狱警的小便。每日的食物也只是他们吃剩的残渣。而穆西卡则被关在另一个圆形建筑里。这个牢房位于荒无人烟的郊外，有的只是各种蚊虫鼠鸟。时间一长，甚至让穆西卡产生了幻听，痛不欲生。即使是这样，三个人也从未放弃过生的希望。他们坚信活着就有机会出去。很快圣诞节来了，监狱外放起了烟花，牢房内的三人也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，有幸吃到较为美味的残羹剩饭。夜晚等狱警睡着后，胡道试着用手敲击墙壁，结果得到了罗森的回应，这对二人都是意外之喜。于是他们开始用摩斯密码交流，互相鼓舞对方。胡道在墙上敲出圣诞节快乐，一句简单的新年问候是那么的温暖。熟练的他们还用这样的方式下起了国际象棋。不过他们的手指关节也因长时间与墙壁的摩擦而磨掉了整整一层皮，但他们依然苦中作乐。这天，牢房里的马桶堵了，胡道只能去狱警们的厕所方便，但为了防止他逃跑，士兵将他的手铐在了水管上。没想到这却引来了无数士兵和军官。这个囚犯想要蹲大号，可手铐的位置过高，让他无法蹲下身子。他请求士兵把手铐松开一点，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授权。无奈的他只好告诉士兵不让他蹲下，他就只能拉得到处都是。于是，为了解决这个让他松开手大便的授权问题，看守找到了下士，下士找到了中士，中士又找到了中尉，到最后，整个厕所里挤满了从上到下的各级军官，可依然没有一个人做出摘手铐的决定。这事情传到了将军的耳中，当将军来到厕所时，看到这荒诞的人，大声地斥责他们，说完扭头便离去。其他人听后也只能悻悻地离开，直到最后也没人帮胡道打开手铐，他也只能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操作。没多久，三人被再次转移到新的监狱，他们的活动范围还被限制在一个长方形的边框里。狱警们来回巡视，使得他们不敢有一点越界。这天，罗森听到两个狱警在讨论怎么才能追求自己心爱的女孩，于是他便大胆地提议帮忙写情书，给他心爱的姑娘一份惊喜。一开始狱警碍于面子没有立即答应，但随后那位狱警又偷偷摸摸地带来纸笔，根据罗森的建议写下了一封浪漫的情书，果然帮狱警追到了女孩。但这点事情被监狱的中士给知道，中士很快叫来了罗森，本以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，但没想到中士也同样的拿出纸笔，想让他帮忙写一份情书。拿到纸笔的罗森把对爱人的情感和思念融入其中，写出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。之后，为了报答罗森的恩情，中士还会在收听足球转播的时候故意调大音量，让身处绝境之中的三人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丝慰藉。但好景不长，三人再一次被转移。这次的牢房在地下隧道，狭小的牢房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压抑的环境伴随着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，三个人都产生了严重的幻觉。穆西卡已经有点疯癫，他的母亲也终于得到了探监的允许。看着儿子萎靡不振的样子，母亲十分难受。她大声地告诉儿子，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不能被他们夺走心智，要坚强地活着。母亲的鼓励犹如一剂强心针，让穆西卡摆脱了心理折磨。三人终于熬到了下一次转移。在入狱的第3883天，三个人又进行了一次转移。但令罗森惊讶的是，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前帮助过的那位中士。如今中士已和心爱之人结了婚。当中士提出有什么能够帮到他的时候，罗森并没有提出太过分的要求，只是想见见两位许久未见的兄弟。于是三人在关押了10年后，终于得到第一次见面的机会。这是三人入狱10年来第一次见到阳光，也是第一次看见彼此的容貌。他们既没有嚎啕大哭，也没有相互拥抱，就是看着彼此静静的微笑，然后沐浴着阳光，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最后静静地醉倒在阳光之中。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. 很快，外界反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，监狱内的三人所受到的待遇也越来越好。
牢房内不仅有了马桶和洗手台，甚至还有了香烟和火柴，偶尔还能够外出放风。这天，胡道被士兵带出去放风，囚犯们看到胡道的出现，纷纷呼喊他的名字。他笑了，穆西卡和罗森也笑了，他依旧还是那个民主英雄。胡道心中代表希望的种子终于发了芽，化为一颗无形的足球，穿过重重障碍，最后全力一脚，无形的足球被踢出监狱。就像他一样，终有一天也会离开这里。时间来到1985年，也就是3人被关押的第4323天，近12年的时间，军政府正式消亡。3个人在签署了一份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证明后，终于结束了这长达12年的监狱生涯。清风拂面，阳光正好，他们终于自由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民众和支持者们夹道欢迎。12年封闭的牢狱生活并没有让他们被民众遗忘，他们依然是人民心中的民主英雄。这12年，他们遭受了无数次非人的折磨，并没有击垮他们，反而让3人变得更加强大。在这之后，胡道当选了参议员和国防部长，罗森则成为了诗人小说家，而穆西卡更是以75岁的高龄，在2010年当选了乌拉圭的总统，甚至被评为拉美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5人之一。他们3个人用自己强大而坚强的意志力，熬过了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。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，只要坚持，希望就一定会到来。